我叫林隐，是一名外卖员。今天送餐的路上，我突然被抓了。美女警官说我涉及一起连环命案。事件起因是这样的：今天早上8点，城郊如住酒店楼顶水箱发现一具男尸，死者阿马里赖特，美籍黑人，45岁。案发前长期租住酒店802房，无固定职业。入境后长期混迹地下赌场，有涉赌、暴力催债前科。现场核心情况：第一，水箱锁具完好无损，无撬动破坏痕迹，仅微收工和酒店经理持有原配钥匙。第二，死者体表无明显外伤，颈部发现一处针尖大小的疑似注射针孔。死者房间门窗完好，无打斗痕迹，手机护照失踪，仅提取到死者本人生活痕迹。老陈，说一下尸检情况。现场初步尸检，死者口鼻有少量细密蕈状泡沫，口唇、指甲胸发紫，结膜空血，表面符合溺亡体表特征。死亡时间判定在80到85小时之间，也就是8月7日凌晨0点到5点。但有个关键疑点，死者全身无任何抵抗伤、约束伤，水箱内壁光滑，无任何抓挠等踏痕迹，完全不符合溺亡者濒死自救的生理本能。最终死因需等待系统解剖和例化检验结果确认。这已经是2个月内的第3起了。城东如庭、成州汉朵连锁酒店先后发生2起水箱浮尸案，死者均为美籍黑人，现场情况尸检表象与本案高度成合。此前辖区分局均按意外溺亡结案，现在可以明确，这不是3起独立意外，是有预谋的连环杀人案。上级要求我们12天内必须破案，所有人员取消休假，全力攻坚。别交头接耳了，说一下前期排查结果。据悉，案发前后酒店正进行安防设备更换，内部电梯、走廊、步梯监控全部拆除，仅保留大堂门口2处老旧监控。监控显示，8月7日0点10分，林隐进入酒店，直至当日早上7点03分才骑车离开，滞留整整7个小时，完全覆盖死者死亡窗口期。我们同步走访了案发当晚值班前台、酒店经理和外卖平台，均证实该骑手是与死者接触的最后一人，而且死者与林隐有言语冲突。房间里也有第3人的 DNA， 综合现有线索，林隐有重大作案嫌疑。当前林隐实时定位在光华大道沿线，正在跑单。周毅，调监控锁定行踪。苏晓，你组负责抓捕，人就在光华大道，立刻动身。收到。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，刑侦界泰斗、著名神探秦风于今日下午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。我不信你会自杀。姓名、年龄、职业。林毅，28，袋鼠外卖骑手。警官，空调能调高点不？冻得腿疼。还有，能不能帮我点个外卖？沙县鸭腿饭加蛋。8月7日0点12分，死者阿马赖特的外卖订单，配送人是你，没错吧？这单我记得。雨冈亭路华，眼看要超时，他打电话用蹩脚中文骂我。这通电话是死者生前最后一通对外通话记录。你们发生激烈争执，你有充足的杀人动机。警官，送外卖谁没被骂过？被骂一句就杀人，申成外卖骑手不都成通缉犯了？那你怎么解释？法医对死者衣物进行了全面检验，在水箱内打捞出的死者外套上提取到多枚残留指纹的 DNA， 经比对，与你的 DNA 完全一致。林隐，你的指纹和 DNA 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你声称从未接触过的死者衣服上？还有，技术队在你电动车外卖箱底部提取到残留液体痕迹，经检测是乙酮醇和琥珀电酸，和死者体内注射的药物成分一模一样。好，我帮你把那天晚上的事儿从头理一遍。0点10分，你进入如住酒店大堂，电梯全停，只能走步梯。你骂了一句这破酒店。你爬上8楼，敲开802房门，把外卖交给死者，发生口角。他骂你，你转红包施施宁人，但你没咽下这口气。离开时回头朝房门吐了口口水，但你没有离开酒店，那是因为凌晨1点到5点是死亡窗口期，这段时间你人在酒店，而酒店监控恰好全部拆除，电梯、走廊、步梯什么都没有。只有大堂门口2处老旧探头拍到你进来，拍到你出去，中间7个小时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这7个小时足够你等夜深人静回8楼进入房间，把他拖到天台扔进水箱，
水箱锁具完好，没有撬动痕迹。如果钥匙是你从值班经理那儿偷走的呢？手机、护照失踪是你处理掉了，衣服脱了是你销毁证据，房间无打斗痕迹，是死者根本没机会反抗。城东如庭，城中汉朵，同样连锁酒店，同样水箱浮尸，同样美籍黑人，同样死者最后一单外卖配送员都是你，林隐，这不是巧合，这是你的模式。现在告诉我，7个小时，你在酒店里干了什么？警官，你说的这些全是推理，证据呢？监控没有，凶器没找到，而且我有不在场证明。什么？那7个小时有人和我在一起，他能证明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杀人。警官，你抓错人了，我有不在场证明。谁806房的住客沈冰。不信，去问他呀。周毅，立刻去如住酒店找806房沈冰核实，8月7日凌晨，他是否和林隐在一起，在做什么，多长时间，细节要具体。你最好祈祷他说的和你一样，他会说的，那就别浪费时间，说吧，那7个小时你们在干什么？如果沈冰证实了林毅的说法，这案子就彻底翻盘了。那天送完外卖，我爬8楼下来腿都软了，刚到1楼就听见地下停车场有猫叫，叫得特别惨。猫叫？我见不得猫受罪，我家也养了只布偶叫年糕，平时遇到流浪猫都要喂根火腿肠。我顺着声音找过去，应该是一只流浪猫，钻到一辆白色老桑塔纳发动机舱里了，卡在深处出不来。我给车主打了电话，女的住806房，就是沈冰，她10几分钟就下来了。我俩一起救猫，拿火腿肠引诱，不行，拆护板工具不够，猫受了惊吓越钻越深，沈冰胆子小不敢动手，全程我趴在地上手伸进去够，折腾到早上6点多才弄出来。6点多，然后呢？我一身油污，手也划破了，沈冰让我去他房间洗个澡，把衣服洗一下，我总不能一身油污骑车吧，就去了，洗完衣服烘干，7点多才走。喏，这些伤就是那天弄的，发动机舱里铁皮边，锋利得很。说完了，说完了，去问沈冰，他会说一模一样的事。是吗？林隐，周毅见到了沈冰，他承认8月7日凌晨确实和你一起在停车场救过猫。哼，我没说谎，但他还说了另外一件事。救到一半的时候，林毅说工具不够用，要去找别的东西，他离开了大概20多分钟才回来。我当时一个人有点害怕，所以记得很清楚，时间凌晨2点半，刚好在死者死亡窗口期内。我们试过，步行上下8楼正常人只需要7、8分钟，而你是外卖员，时间只会更短。20分钟，足够你从地下停车场上8楼，进入死者房间，把他扔进9楼水箱，再若无其事回来继续救猫。林毅，那20分钟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林隐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想抵赖？他撒谎，那段时间我根本没离开过停车场，他这是在坑我。人家一个无辜住客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冤枉你？警官，那地下停车场没监控，你们就没查过里面的车？现在好多车都带哨兵模式，那辆桑塔纳旁边停着一辆特斯拉 Model Y， 我救猫的时候车灯闪了2下，哨兵模式触发了。特斯拉哨兵模式24小时不间断录像，凌晨2点半我有没有离开，一查就知道。梁队，办案子别这么糙。周毅，找到那辆特斯拉车主，调取案发当晚哨兵模式视频。你就一点不慌？我又没杀人，慌什么？
梁队，有情况，我们找到车主赵鹏了。他说自己根本没开哨兵模式，怕费电。储存塔里8月7日凌晨的视频一点都没有。梁队，视频能证明我清白了。清白？车主根本没开哨兵模式，储存卡里什么都没有，你所谓的证据根本不存在，不可能！我亲眼看到车灯闪了，哨兵模式绝对触发了，视频一定是被人删了。删了？人家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删视频？你编瞎话也编个靠谱的。林隐，你说你没杀过人，我说了1万遍了，没有。技术队在你电动车外卖箱底部提取到残留液体痕迹，经检测是乙土酸和海婆电酸，和死者体内注射的药物成分一模一样。这不可能，我根本不知道外卖箱里有这些东西，有人陷害我。陷害你？外卖箱是你的，配送员是你，死者最后一单外卖是你送的，现在连麻醉剂都从你的箱子里验出来了，你说有人陷害你？谁？怎么陷害？什么时候把药物放进你随身的配送箱里？林隐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没有杀人。梁队，我再问你3件事。第一，车主说没开哨兵模式，储存卡没视频，这不代表视频不存在。普通删除操作就算清空了文件，技术队也能做数据恢复。他们到底有没有确认过这卡里有没有被删除的视频？第二，死者是美籍黑人。梁队，我身高1.85米，就算我再有力气，你觉得我一个人能把他从8楼背到9楼天台，再扔进水箱里，全程不留下任何拖拽痕迹？我要是真有这本事，早就去参加奥运会了。第三，另外2起案子配送员确实是我，但那2个死者的外卖订单我都只放在了酒店房门口，连面都没见着。你们去调查清楚了吗？梁队，你想尽快破案我理解，但办事情别这么急。这3件事都没查清楚，你就怀疑我是凶手？周一，立刻把那张储存卡送到技术队，做全面数据恢复，查清楚里面到底有没有被删除的8月7日凌晨视频，加急处理。我就给你这一次机会，技术队恢复不出来，你说破天也没用。视频一定能恢复出来。梁队，有结果了。视频确实被人为删除了。林隐全程在停车场范围，他离开过3次。第一次0点40分跟沈冰上楼，5分钟后回来；第二次1点50分上楼，5分半钟回来；第3次3点40分上楼拿矿泉水，20分钟后回来。不过林隐第3次离开有20分钟，时间是凌晨3点40分。之前法医给出的死亡时间是到5点，这个空白期还在死亡盲写期里，还不能完全排除嫌疑。这20分钟足够他完成上楼麻醉死者拖到天台抛尸清理痕迹的全部过程。继续审。梁队，正好，死者阿玛丽最终尸检报告出来了，有重大发现。有什么发现？经过系统解剖、肺部呼气检测、胃内容物消化程度分析、室温湿浆变化全程比对，所有数据已经交叉验证，完全固定。死者的最终死亡时间精确到了8月7日凌晨1点到3点之间，超过3点之后，死者已经完全脑死亡，不可能再有任何生命体征。现在可以100%确定，林隐没有作案时间，他的作案嫌疑基本排除。另外，死者是被全身麻醉后失去行动能力再扔进水箱溺死的。整个作案过程需要专业医学知识，单人完成难度极大，团伙作案的可能性更高。去办手续，立刻解除对林隐的留置措施，让他签一份证人保证书，要求24小时开机，随时配合警方调查。林隐先生，这次是我们的工作出现了失误，误判了你的作案嫌疑，我代表深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向你郑重道歉。折腾了整整大半天，又是抓又是审的，终于能走了。虽然你的作案嫌疑排除了，但你依旧是本案的关键证人，手机必须保持24小时畅通，随时配合调查，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深城。苏晓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2件事，第一，林隐离开之前，你去找他做一份更详细的笔录，从他接单到被抓，每一个时间节点，每一个接触过的人，每一句对话，全部记清楚，不许漏一个字。第二，林隐离开以后，派人24小时轮班跟踪监视，他去哪儿，见什么人，打什么电话，我全部要知道。梁队，他的嫌疑不是已经排除了吗？为什么还要……沈冰为什么偏偏在关键的20分钟上撒谎？外卖箱底部的麻醉剂残留是哪儿来的？3起命案的配送员为什么都是他？这些不可能是巧合，他和凶手之间一定有不寻常的关系。盯紧他，说不定会有新发现。而且他的身份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林隐可不是一名普通的外卖员。全国状元，华夏公安大学，他考上了却没去报到。对，
10年前的事了。他在所有考生中排名第一，学校发了录取通知书，但他从未踏进过校门一步。档案在这里断了，没人知道他这10年去了哪儿。一个全国状元，销声匿迹10年，最后出现在申城当一个外卖骑手。苏晓，你觉得这是巧合吗？秘密不会藏太久，他等一下签完证人保证书就走。你现在去给他做一份详细笔录。来了。林隐，在你离开之前，需要补一份详细笔录。从你8月6日接单开始，到8月7日凌晨到达酒店，这期间的时间线全部讲一遍。行，我说，你记。那天晚上接完阿玛里的单，我骑车往如住酒店赶。快到酒店的时候，大概还有200-300米，我拐进了一条小巷子里。巷子里没有路灯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我累了，就停车抽了根烟。就在我抽烟的时候，巷子深处有个人影晃了一下，是个女的，穿红衣服，太黑了看不清脸。她从我旁边经过的时候，我闻到一股香味儿，很奇怪的香味儿，我以前从没闻过。她很快就走远了，我也没多想，抽完烟就骑车继续去酒店送外卖了。之后的事，你们已经都知道了。你认为他有嫌疑？那没有，你不是让我全都交代吗？笔录做完了，可以走了。林隐，那个，你的电动车不是撞坏了吗？这离你住的地方也不近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正好也跟你正式道个歉。昨天下午抓你的时候，确实太冲动了，不好意思。行啊，正好我这电动车也骑不了了，推回去还得1个半小时，那就麻烦苏警官了。不麻烦不麻烦，你电动车我帮你叫个拖车，先拉去修吧。不用，我下午自己过来推就行。先放你们公安局大院里，总不会丢。苏警官，梁队让你跟着我，看看我去哪儿，接触什么人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又不傻，你一个亲手抓我的警察，平白无故非要送我回家，眼里的纠结都快溢出来了。除了奉命跟踪，还能有什么原因？不过苏警官放心，我接下来哪儿也不去，就回家睡觉。折腾了1天1夜，快累死了。要是你们有什么要问的，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保证随叫随到，绝不跑路。苏警官，既然你要跟着我，不如我们打个赌，就当是这趟顺风车的彩头了。打赌？赌什么？你说。就赌你们专案组接下来的调查方向。我要是赌赢了，你接下来查案子都得带上我；我要是输了，你监视我的事，我全程配合，绝不多说一句废话。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参与调查？你现在已经清白了，回家睡觉不好吗？为什么要主动往案子里钻？2个原因。第一，我这电动车一撞，接下来好几天送不了外卖，没收入，帮你们破案，挣点好心市民的奖励，总比在家吃泡面强。第二，我想知道凶手是谁。沈冰的谎言，停车场的哨兵视频被删，再到我外卖箱底部验出来的麻醉剂，这一环扣一环的局布得太周密了。这根本不是临时起意，是有人在很久之前就处心积虑，把我一步一步装进了这个套子里，推出来当替罪羊。所以我想知道，这个凶手找到我是巧合，还是从一开始就是奔着我来的？好，那你说说看，梁队接下来会怎么查？我赌梁主开完案情分析会，一定会把主力全部放在2个方向上。第一，深挖死者的社会关系和仇家，找出交集点，往仇杀或者针对美籍黑人的报复性连环作案上去查。第二，删视频、证词说谎这2个疑点，梁队会安排人去排查，但查不到核心线索。不可能，梁队办了20多年案子，从史斌和赵鹏的身上不可能挖不出新的线索。这个赌，我跟你打了。行，那咱们就等着看。谢谢苏警官送我回来。小小，你在哪儿呢？梁队召集所有人开案情分析会，30分钟后会议室集合，你赶紧回来。知道了，我马上到。还有，说了多少次了，叫我苏晓。
周毅，你带一组人立刻去城郊旧货市场的地下赌场，全面排查死者阿玛里的社会关系，所有和他有过冲突、债务纠纷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另外2组人分别去查前2起案件死者的社会关系，务必找到3名死者的共同仇家。收到。苏晓，你带2个人去核实一下特斯拉车主赵鹏和806房房客沈冰的证词，同时再核实一次所有住客，找一找当晚有没有新的目击证人。好了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，大家抓紧行动。梁队，沈冰和赵鹏身上有明显的疑点，赵鹏故意删了视频，沈冰的证词有明显的说谎痕迹，这2个人我们应该要深挖。苏晓，办案要讲证据，讲逻辑。至于赵鹏为什么会删视频，我们在恢复的视频文件里已经找到了答案。不过你一个小姑娘，还是不看为好。就按我说的方向查，散会。原来赵鹏名义是出差，实际是私会情人。他怕老婆查行车记录仪，才主动删除了当晚所有的哨兵视频。那沈冰为何说谎？梁队，沈冰的证词核实了，有什么新发现？没有。沈冰说那晚太困了，所以看错了时间。知道了，你先出去。苏警官，打赌怎么说？我猜你现在的表情是想找个强壮一下。林隐，你赢了。苏警官，我太了解这种老刑警的办案思维了。凶手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处心积虑把我当替罪羊，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苏警官，我们当面聊。好，我去找你。你在哪儿？我刚睡醒，还在家。好了，说正事。苏警官，你想破这起连环杀人案，我想找出陷害我的人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你有警察身份，能调阅案件资料，我有我的渠道和观察力，我们联手肯定比你一个人盯着我能更快找到凶手。林隐，我答应你，我们联手查，但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所有调查必须在合法范围内，你不能做任何违反纪律的事。一旦发现你和案子有任何牵惹，我不会手软。没问题，都听苏警官的。那你打算怎么查？苏警官，沈冰和赵鹏那边你们查出了什么？沈冰的证词核实过了，他说那晚太困了，所以看错了时间，把林隐离开的20多分钟记差了。赵鹏他之所以删哨兵视频，是因为那晚他在车里私会情人，怕老婆查行车记录仪，跟案子本身没关系。沈冰记错时间，赵鹏怕老婆删视频，听起来都说得通，但2件事同时发生，而且都恰好帮手堵上了我唯一能自证清白的证据。这世上真有这么的事儿？走吧，先去找赵鹏。我已经查到他重新入住的酒店了，就在城郊，离这不远。你开会的时候我没光睡觉，打了几通电话而已。赵鹏删视频的原因刚刚不是跟你说清楚了，为什么还要去？再去一次，说不定会有新发现。苏警官，待会儿你按我说的去问赵鹏，保证你有新发现，你就问他。哟，现在的女警察都长这么漂亮了，身材也不错，怎么着，查案还是爬房啊？要不进来说？赵先生，刚才的话涉嫌侮辱执法人员，我现在可以以妨碍公务和寻衅滋事把你铐回局里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别，我开玩笑的，请进。赵先生，我们就几个简单问题。第一，8月7号那天晚上，你回到酒店停车场是什么时候？7号凌晨刚过0点吧，我约了人，所以回来的晚。第二，停车场车位那么多，你为什么偏偏把车停在那辆白色桑塔当旁边？那个位置离电梯可不近。那晚电梯坏了，只能走步梯。
那个位置离步梯最近，我就停那儿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当时你有没有听到猫叫？有。你确定？当然，那猫可吵了，吵得我心烦。第三，你说你和女网友在车里发生关系是8月6日晚上10点多，那个时间段应该在哨兵模式的录像范围里，可你删视频的时候，为什么把8月7号凌晨的视频也一并删了？6号晚上10点多的事跟7号凌晨有什么关系？第四，技术队从你的储存卡里恢复了完整数据，你删视频的时间不是7号当天，而是8月9号早上10点，为什么隔了2天才删？你怕老婆查记录，那你7号早上就应该删，你等这2天是在等什么？警官，我说实话，是9号早上起来，我发现房里被塞进了一个信封，里面附大几张照片，是我和那女的在一起的照片，里面写着如果不删行车记录仪，就把照片发给我老婆，我才去删的，不是我自己想起来的。警官，我真的就是怕老婆知道，别的什么都没干，我跟你们说的命案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就是个普通生意人，你们要查什么我都配合，千万别把我铐回去，我老婆知道了非跟我离婚不可，求你们了。赵先生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威胁你的那些照片是8月7号0之后才拍的吗？是，没错，那些照片是8月7号和8绕拍的，是我和那个女网友后来约会的场景。那信封呢？信封在哪儿？我看完就撕了，冲马桶里了。我当时太慌了，根本不敢留着，就怕被人发现。我要是知道会有今天，打死我也不敢撕。纸条上的内容你还记得多少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记或者字迹打印的痕迹？没有，就是普通的 A4 纸打印的，字都是宋体，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。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看完就慌了，根本没注意细节，只记得上面写的内容，我的车牌号，我老婆的手机号，还有那几张照片的事全写对了，连我老婆的身份证号后4位都写对了。那个人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，就好像一直在盯着我一样。赵先生，后续必须随时配合调查，要是再敢隐瞒，必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我知道。唉，没想到是这样，凶手竟然能查到赵鹏的出轨记录，连他老婆的身份证号都查得一清二楚，心思太缜密了，而且做事滴水不漏，根本没留下任何痕迹。这也说明凶手绝对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提前很久就开始布局了。他不仅摸清了我的行踪，把我设计成替罪羊，还提前查清楚了赵鹏的底线，抓住了他的把柄，甚至连沈冰的证词都提前安排好了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林隐，局里批的误购费500块，那天配合调查影响送外卖，按规定该给你的。还真有钱，我以为梁队恨不得把我再铐回去。加个微信，后续查案都方便，不用每次都打电话。林隐，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赵鹏是被威胁的？苏警官，我问你，如果你结婚了，你会无聊到去查老公的行车记录仪吗？不正经。正常人根本不会看行车记录仪，除非出了车祸。赵鹏这边查清楚了，还有沈冰，他为什么在证词里说谎？现在就去找他。好。苏警官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位林先生，他不是……我们来了解点情况。你说林隐2点半离开停车场，至少20分钟，对吗？那天熬了一整夜，脑子昏沉，时间完全记混了。林先生确实上去过几次，具体时间我真记错了。你记错的时间更好卡在死者死亡窗口期，这也太巧了吧。当晚你有没有发现可疑人员？没有，当晚停车场只有我和林先生，我就是记混了。沈女士，才过去2、3天，
这猫倒是一点都不怕你啊。可能它不怕生吧。沈小姐，感谢你的配合，这次就不打扰你了。不客气。对了，沈女士，忘了提醒你一句，U 盘里的内容被删除后，依旧可以恢复的。林先生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太听懂。没什么，告辞了。沈冰刚才的反应，U 盘那句话戳到他痛处了。下一步做什么？沈冰先放着，来都来了，顺带排查酒店其他可疑人员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深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苏晓，调查8月7日水乡浮尸案，需要你配合。我是大堂经理王远，一定配合。酒店监控是8月7日前后更换的，谁主张谁负责？是总经理李建国，监控老化加上总部补贴，他申请更换的。是持有天台水乡钥匙的李建国？对，钥匙只有2把，分别在李总和维修师傅手里，锁在保险柜。李总现在在酒店吗？不巧，去总部开会了，下午回来。8月7日是你值班，你接班迟到15分钟，为什么？我儿子突发哮喘，送医急诊后才赶来，这是医院记录和缴费单，绝没撒谎。当晚有没有可疑人员、异常动静？没有。感谢配合。应该的。苏晓，重大发现！天台水墙锁芯有轻微开锁痕迹，李建国的钥匙有对应新铅划痕，能匹配上。